当你和比比东结婚时，众人以为你这个无法觉醒武魂的废物，肯定有着强大的背景。殊不知你是被千寻疾强迫和比比东结婚的。只因千寻疾知道比比东喜欢废物后，就让她嫁给一个没有武魂的大废物。好在婚后你觉醒了合离系统，婚姻时间越长，同房次数越多，离婚后奖励越丰富。结婚22年，比比东始终对你冷眼相待，心里一直想着玉小刚。终于，千寻疾因为旧伤复发陨落，比比东成为武魂殿教皇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你离婚。秋云，我们离婚吧。好，比比东有些愣神地看着你，他没有想到你那么爽快，本以为你会闹，可他不知道，多年的冷淡已磨灭了你对他的感情。随后你离开了房间，比比东看着你离去的背影，却有些恍惚。只因结婚这些年，你一直在做着系统任务，对比比东也是极其的好。2个半小时后，你坐在一处小院内，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，系统结算吧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与比比东合离，开始评估婚姻状况。评估完成，婚姻持续22年6个月16天，同房236次，未有子女。本次婚姻评价为甲级次等。开始发放合离奖励，随机顶级武魂，巅峰斗罗修为，当前时代最高配置魂环，随机神器1柄，9级魂导器1件，10万年魂骨2块，神奇传承线索1条。甲级次等嘛，也算不错了。毕竟你与比比东的婚姻本就是强制的，感情堪忧，同房次数也少得可怜，1个月才1次，能到甲级，恐怕都是系统看在时间长的份上了。下一刻，一股磅礴魂力自你丹田涌现，顷刻间便已充盈你的全身经脉，四肢百骸，疯狂提升你的魂力修为，10级、30级、96级、97级，最终你的魂力等级停在了97级，巅峰斗罗修为。同时，9枚魂环从你脚下升腾而起，8黑1红，散发着恐怖魂力波动，令周遭空气都为之凝固。8黑1红，看来是根据大供奉他们的魂环配置安排的。你看着自己的9枚魂环，若有所思。系统说的是当前时代的最高魂环配置，这个时代最强大的3人都是8黑1红，以千道流他们为模板，所以你的魂环配置是8黑1红。至于奖励你的武魂也极其强大，乃是龙族力量之祖黄金龙，神器也是与黄金龙匹配的黄金龙枪。这个配置除了千道流他们，斗罗大陆无人是我的对手了。你收敛自身魂力与魂环，转头看向院外，诞生道：大供奉，既然来了就现身吧，没必要躲躲藏藏的，这有失您的身份。话音落，一道金发身影出现，千道流看着你，神色复杂，更多的是难以置信。他感受到一股强大气息出现，原以为是大陆上哪位封号斗罗来武魂城了，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。我原以为比比东隐藏的已经够深了，没想到你竟在他之上。如果他知道你拥有97级巅峰斗罗的实力，恐怕他就不会和你合离了吧。千道流轻声感慨，比比东与你强硬离婚之事，刚刚也传入了他耳中。所有人都以为你是个连武魂都无法觉醒的废物，千道流也不例外。然而就是这么个大众眼中的废物，却是一尊隐藏多年的巅峰斗罗。别说听到了，就是看到了也不会有人信啊。可偏偏事实就摆在眼前。最让千道流发笑的是，比比东刚当上教皇，就为了玉小刚那个废物与秋云这尊巅峰斗罗合离，直接自断一臂，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就算比比东知道我是巅峰斗罗，他也依旧会选择合离的，因为他心里没有我。进来喝杯茶吧，大供奉。你淡淡开口，并邀请千道流入内一叙。千道流点头，同你走进屋内。与此同时，教皇寝宫，巅峰斗罗的气息出现那一瞬，也被比比东察觉到。这股威压绝对是巅峰斗罗级别的强者，气息好陌生，应该不是长老殿那些家伙。比比东若有所思，小院屋内，合离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离开武魂城吧，很久没出门了。我想出去看看。你想了想，也没有对千道流隐瞒。你来到这个世界22年，绝大多数光阴都耗费在了比比东身上。如今离婚了，你想出去走走，见一见老朋友。上一次离开武魂城，你记得好像是7、8年前了。闻言，千道流点了点头，赞同你的想法。你还年轻，多出去走走也好，兴许还能再遇到一个合适的。紧接着，千道流又试探性问道：秋云，你也是武魂殿的人，按照武魂殿的规矩，修为达到巅峰斗罗的魂师都能加入长老殿，你愿意成为武魂殿第8供奉吗？这些年多谢大供奉的关照了。你轻点头，接受了千道流的邀请。你这些年在武魂殿，千寻疾无视你，比比东对你冷淡，只有千道流对你有所关照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你非薄情寡义之人，成为武魂殿供奉，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见你答应，千道流面露喜色，当即拿出一块精致华丽、雕刻着天使浮雕的供奉令牌，递到你面前。给，这是供奉令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武魂殿第8供奉。对了，小云，你的封号是龙皇。你想了想，报出自己的封号，龙皇斗罗吗？千道流闻言也猜出了你的武魂是什么，龙类武魂，就是不知道与蓝电霸王龙相比，孰强孰弱。忽然，你和千道流不约而同看向屋外，在下武魂殿新任教皇比比东，不知是哪位阁下释放的威势，还请出来一见。不知为何，他感觉这院子的格局有些熟悉，似乎听谁在他耳边提起过。是啊，屋门开了，一道熟悉身影从屋内走了出来，金发飘扬，庄重威严，赫然是千道流。比比东见千道流从中走出，绝美脸庞浮现一抹惊愕，心头微沉，暗道不好，可恶，让这个老东西捷足先登了。教皇冕下，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，来老夫这做什么？千道流抬头看着比比东，淡声质问他。比比东目光越过千道流，试图看清屋内。他的精神力清晰感知到，除了千道流，屋内还有一人。察觉到比比东那带着探究的眼神，千道流轻挪身子，将其挡了回去。屋内景象虽被及时遮挡，
比比东还是窥见了一道模糊背影，看着极为熟悉，令他心头一惊。没有武魂的你却能跟比比东结婚，只因千寻疾得知比比东喜欢废物后，就强制对方嫁给一个没有武魂的大废物。结婚多年，比比东始终对你冷眼相待。好在你早就觉醒了离婚系统，婚姻时间越长，同房次数越多，离婚后奖励越丰富。就在比比东当上教皇强制和你离婚后，你就获得系统奖励的97级修为，无意间散发出来强大的气息，被比比东感受到后，便来到一处院内查看，却被千道流挡住。屋内景象虽被及时遮挡，比比东还是窥见了一道模糊背影，令他心头一惊，那是秋云，不可能。他一个连武魂都觉醒不了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巅峰斗罗？比比东果断否认，只当是自己眼花了。教皇冕下，千道流见比比东竟敢无视自己，面色微冷，再次唤了他一声。闻言，比比东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礼，歉意道：“抱歉，大供奉，我感知到城内出现一股陌生威势，担心是有外人作祟，所以来查看一二。”对此，千道流轻哼了一声，哼，教皇冕下倒是敬业，刚和丈夫离婚，怕是连伤心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赶来查看了吧？真是令老夫刮目相看啊！大供奉过奖了，我既为教皇，自当时刻注意武魂城的安危。明知千道流在嘲讽自己，比比东也只能咬牙忍下，接受这一夸奖。谁让他这个教皇才刚登基呢？根本没有与长老殿抗衡的资格，不劳教皇冕下操心了。屋内是我长老殿第8供奉龙皇斗罗，他释放威势只是邀请老夫来喝茶而已。千道流随口扯了个理由，找你喝茶，老东西你骗鬼呢！比比东心中暗骂，只是晚了一会儿，就让千道流捷足先登了。比比东恨啊，又一尊巅峰斗罗加入供奉阵营，这无疑给他统一武魂殿又增加了一分难度。比比东忍着怒，弯腰朝千道流拱了拱手，是我打扰大供奉了，我这就离开。千道流点了点头，目送一肚子憋屈与怒火的比比东离去。随后千道流回到屋内，外面可是你的前妻，却让老夫帮你打发走，怎么不敢面对他？千道流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后，打趣道：“你将茶杯放下，轻摇头，只是不想徒增烦恼嘞。他若知道我是巅峰斗罗，还成了8供奉，势必会为了统一武魂殿，对我使些手段。实话实说，我未必顶得住，到时候要是我又倒戈向他，你恐怕就睡不好觉了。”千道流闻言哑然失笑。很快，一壶茶喝完了，千道流起身询问你：“明天我会召集其他供奉，到时候见个面，混个脸熟，以后见面了也知道对方是谁。”麻烦大供奉了。你微微颔首，千道流身上金光一闪，他便消失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供奉殿内此刻，金鳄、青鸾等供奉已齐聚在此。殿门打开，供奉们回看去，纷纷朝千道流行礼。大供奉，千道流让他们不必多礼，并让开了身位，露出跟在后面的秋云。一众供奉看到你，都面露疑惑，他们当然认识你，新任教皇的前夫，一个连武魂都无法觉醒的废物。诸位，我来为你们介绍，这位是龙皇斗罗，也是长老殿第8供奉秋云。龙皇斗罗第8供奉，金鳄斗罗他们一听皆是满脸疑惑。大供奉，他不是？光灵斗罗按捺不住询问道。千道流哈哈一笑，旋即解释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在疑惑什么。秋云他并非世人眼中无法觉醒武魂的废物，相反，他还是个绝世天才，年仅40岁便已是97级巅峰斗罗。”6大供奉瞬间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你。40岁的巅峰斗罗，这资质也太逆天了吧！等等，昨天那股陌生的巅峰斗罗威势，莫非就是他？秋云，展示一下吧。千道流笑着对你道，并将供奉殿封锁，避免动静传出去。下一刻，8黑1红的魂环从你脚下升腾而起，强大的魂力威压席卷供奉殿，令98级的金鳄斗罗都倍感压力，并且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威怒吼响起。金鳄、青鸾、雄狮3大供奉的武魂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，他们的武魂在惧怕，在臣服。金鳄斗罗他们都下意识吞咽了一抹口水。不是哥们，22年了，你隐藏这么深啊！千道流看着黄金龙武魂，审视了一番后，金眸一亮，认出了黄金龙的来历。小八，没想到你的武魂竟然是传说中龙族的力量之祖黄金龙。老二，根据典籍记载，你的黄金鳄王就拥有部分黄金龙的血脉啊。闻言，金鳄斗罗点头，他的黄金鳄王武魂之所以强横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着黄金龙的血脉，力量无双，兽武魂难有与之抗衡者。其他供奉听到这则秘辛，很是惊讶。拥有部分血脉的黄金鳄王就已能在兽武魂中位列顶级，那真正的黄金龙武魂又该有多强悍呢？恐怕比大供奉的6翼天使武魂也不遑多让吧。金鳄斗罗看向你，兄里眸子满是欣赏。一尊年轻力盛的97级巅峰斗罗，武魂还是黄金龙，而且魂环配置更是8黑1红，实力恐怕比他还要强上一些。千道流见你已经用实力让一众供奉认可，便让他们自己聊，他则去带孙子了。由于密室之事的另一方换成了你，千寻疾照常娶妻，11年前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唤千浩阳。千浩阳武魂乃是变异武魂烈阳天使，先天魂力20级，年仅10岁就已是37级魂尊，被千道流视为天使一脉的继承者。这里提示一下，千仞雪依旧会有，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登场。当你和比比东结婚时，众人以为你这个无法觉醒武魂的废物，肯定有着强大的背景，殊不知你是被千寻疾强迫和比比东结婚的。只因千寻疾知道比比东喜欢废物后，就让她嫁给一个没有武魂的大废物。好在婚后你觉醒了合离系统，婚姻时间越长，同房次数越多，离婚后奖励越丰富，你很快与金鳄
让供奉们心生敬畏。一众供奉羡慕地看着黄金龙枪，这就是神器吗？果然非同凡响。玩心甚重的光灵斗罗伸手想触碰黄金龙枪，却被你阻止，见碰都不让他碰。光灵斗罗瘪了瘪嘴，不高兴了。见此，以闻声向他解释：五哥，黄金龙枪乃是初代黄金龙的第49根肋骨所化，唯有黄金龙武魂拥有者才能掌握，其他人一旦触碰，就会遭受到龙枪反噬，轻则损失部分生命力，重则会被强行吸干。金鳄他们一听，面色骤变，光灵斗罗也露出一抹后怕。小八，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金鳄问起千道流昨天问过的问题，你依旧是那个回答：离开武魂城，到大陆上走走。供奉与长老不一样，每一位供奉都是武魂殿不可或缺的存在，武魂殿也对供奉没有限制，只是在武魂殿需要时必须出现。又闲聊了一段时间后，供奉们也各忙各的去了。期间，千道流让人送来了2套独属于供奉的甲衣，刀枪难入，水火不侵。你先换上战甲，穿戴整齐后，一步踏出，战袍无风自动，猎猎作响，好不威风。供奉殿外排列成队的护殿骑士看到你出现，纷纷露出敬畏之色，全都单膝跪下，异口同声大喊，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广场。参见八供奉。哥，教皇冕下为什么要和邱叔叔离婚啊？他才刚当上教皇就干出这种事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。院内，胡列娜与邪月站在银杏树下，胡列娜愤愤不平，言语间颇有怨气，嘴里不断碎碎念着：邱叔叔那么好的人，做饭又好吃，又会照顾人，虽然没有武魂，那又怎么了？大陆上废武魂多了去了，有没有武魂不都一样？教皇冕下也是的，这么多年的感情说离婚就离婚，有点太薄情寡义了吧。娜娜，住口！小心隔墙有耳。见胡列娜越说越过分，邪月面色微变，连忙制止她。被呵斥的胡列娜瘪了瘪嘴，低头踢起脚边的树叶，脑海中浮现这些年你对她还有邪月的好。当年如果不是你收养了胡列娜和邪月，他们早就死了。娜娜，邪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就在兄妹俩沉默时，一道略带惊讶的询问声响起。兄妹同时回头，看见院外走进来的熟悉身影，都露出喜色，立刻迎上前。邱叔叔，邱叔，你朝胡列娜和邪月点了点头，面露一抹疑惑。我记得你们现在应该在武魂殿学院上学才对吧？怎么突然来我这里了？胡列娜与邪月面色一僵，好在胡列娜机敏，赶忙狡辩道：邱叔叔，我们是请假出来的。其实兄妹俩是逃课出来的，主导者就是他。不久前，胡列娜听到你和比比东离婚，连假都来不及请，拉着邪月就来了。她想着你离婚了，肯定很伤心，就想来安慰安慰你。只是胡列娜用余光窥视你的神色，竟没有丝毫伤感，暗暗心疼。相较于胡列娜只关注你的神色，邪月则注意到你身上甲衣的不凡，越看越觉得眼熟，觉得你身份是供奉殿的，却又不敢确定。行吧，学业重要，下次可不能乱请假了。进来吧。你哪里看不出胡列娜在狡辩，却也没有点破，开口招呼两人进屋。兄妹俩对视一眼，皆松了口气，跟着你进了屋。在屋内闲聊了几句后，邱叔，您身上这套甲衣是？犹豫了好半天，邪月还是没忍住，问起你身披的甲衣是否真如他所猜那般，是武魂殿供奉的专属战甲。你看了眼自己的龙鳞甲衣，知道邪月是猜出来了，点头承认，和你想的一样。邪月得到肯定回答，眼睛里满是震惊。司邱叔，您真是啊！胡列娜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所以。她放下牛肉干，连忙追问邪月：哥，你和邱叔叔在说什么啊？娜娜，你难道不觉得邱叔身上的战甲眼熟吗？邪月反问胡列娜。胡列娜看向龙鳞甲衣，点了点头，确实有些眼熟，款式似乎在哪见过。哥，邱叔叔的战甲有什么问题吗？傻妹妹，你现在除了吃是一点记性都不长啊！2年前4供奉雄狮斗罗不是来过我们学院吗？他身上穿的战甲和邱叔身上的是同一款式啊！胡列娜闻言顿时不乐意了，开口就对了回去：你才不长记性呢，不就是同一款战甲吗？不对，有问题。话还未说完，胡列娜终于意识到邪月是什么意思，她美眸瞪大，不敢置信的捂住小嘴，惊呼出声：邱叔叔，您也是武魂殿供奉？